现在这个是讨张二老管。张二楼管，讨相当于他是2个女子嫁出去了，然后房子也不会要了，也不会转来了。不会转来，现在是讨张二老管。他张二老有好大年纪了？这有60多岁了。他人住到哪里呢？到泽拉村这龙啊。只有他张二老在这边管了哦。这种什么粮食什么的也没了，都是他管。年里房子一天都是他管。如果有那个都要和他张二老讲。好，来家来不行，来家来我们风俗习惯。大家好，我是石头，和这个老人家交谈了一会儿，我不知道大家听不听得懂。这是我们湘西这边的方言，说的是这个竹林的背后有户人家独门独院，房子呢已经是很多年没有住人了，养了2个女儿，女儿远嫁了之后就再也没有回来，然后这栋房子呢现在一直都是空着的。其实我们都知道农村里面说的那句话养儿防老，真的有的时候这句话可能听起来就是说不太好，好多人都说养儿养女还不都是一样吗？其实在农村来说真的是不一样的。如果有一个儿子在家的话，房子会打理得好好的。养着2个3个4个女儿，这样的情况我见了很多。女儿远嫁了之后，条件肯定都比农村要好，基本上都不会回到以前生活出生的地方。也就是为什么说这句话我听起来特别的感同身受吧。那现在闲话不多说，我们穿过这片竹林，走到背后，带大家看一下这栋房子，他2个女儿远嫁了之后，房子变成什么样子了。这边太不好找了，刚刚是在路口碰到了一个老人，差不多80来岁的年纪，他告诉我他们寨子里面这是一个外姓的人，然后养了2个女儿，平时呢和寨子里面的人接触的并不多，女儿长大了之后就远嫁，然后更不回来了。老人呢现在是在另外一个地方居住，大概有70来岁的年纪，可以看到门前的杂草特别的深，比人都还高呢。这栋房子建造的时间并没有特别久，也就10多年的时间吧。只是房子建造好了之后，女儿长大远嫁了之后，一直呢没人在这边居住。房子门前竹林特别的深，真的如果没有仔细的看是发现不了这栋房子的。其实整个寨子的风景还是挺不错的，有20-30户人家，靠近紫霞湖边。整个这边呢看起来就像一个3面环水的小岛，海拔呢差不多550多米，距离县城有15公里，距离镇上有6公里左右。然后寨子里面全部都修通了水泥硬化的路面，基本上每家每户都有院坝，车子呢也可以开到院子里面来的。这是老人的3轮车，也有很久时间没有开了，估计现在呢电瓶都没有电，开不了车了。可以看到房子确确实实还是需要有人打理，有人居住，要不然就像这户人家一样的，女儿远嫁变成如今的这个样子，就像这个荒山里面一样的，特别的荒凉。看起来心里呢是五味杂陈的。房子建得挺好，外墙呢贴了瓷砖，大门呢也做得挺漂亮的，就是没人居住。这边杂草灌木呢已经长到了窗户之上，窗户呢都留得挺大，很久时间没打理了。
我们看能不能透过窗户看一下房子里面大概的情况。里面有床、被子，这个被套呢是红颜色的。那边还有衣柜，墙壁呢都做过粉刷了。这旁边应该是一个以前拆了木房子新修的砖房，剩下的一些木料堆在这边，没人管理啊，全部被雨水淋湿浸泡，木板啊还有柱头啊这些全部都烂了，太可惜了。竹子呢挨着房子长得越来越近，如果整个院把没做硬化的话，以后整栋房子呢全部都会被竹林这样子给覆盖住了。好在这一小块呢是做了水泥硬化。其实看到这栋房子，我真的是感同身受。在我们寨子里面也有这样的现象，真的很多人都说多养儿女没有错。其实碰到一些重大的事情，比如说家里面有老人过世，或者家里面重大的一些事情，真的如果没有个儿子立起一个家的话，很难很难。这栋房子大家可以看到，真的建得挺好的。像农村这样的房子，一家人都在房子里面居住，过得是很温馨的。种点庄稼，养点鸡鸭，有个小院，一家人其乐融融的，是不是很好呢？但就是因为老两口养了2个女儿，女儿一远嫁，条件肯定比农村好，都不会想着回家。然后老两口老了之后无依无靠，因为女儿都不回来，年纪一大，身体又不好，只能靠着邻居或者隔房的一些兄弟去过。刚才路口那个老人还告诉我说，这栋房子的主人家和他们不是同一个姓的，所以在寨子里面，他基本上是没有过多的亲戚朋友。然后老人呢，只能就是说现在身体不好了，大概距离房子有20多公里远，他有个亲戚，现在呢搬过去和他亲戚居住了。实际上自己有自己的房子，只是因为身体不太好了，女儿又不在身边，只能搬过去和别人居住。所以呢，想说很多，确实无从开口。有的时候可能又觉得说着说着，心里面呢不由得就是说很失落的那种感觉吧。换个角度来想，如果真的有个儿子跟着他们，给他们养老，他们不可能到了60到70岁的年纪搬过去和亲戚住，因为自己呢行动又不太方便，然后自己的生活呢压力特别的大，只能放弃自己原有的老宅、原有的家，搬过去和别人居住。好了，不多说了。喜欢石头的视频啊，记得点个订阅，我们下期再见了，拜拜。